为小伙小宋娶了一个漂亮的巴基斯坦美女，小宋给她取中文名宋铁锤。铁锤是个可爱风趣的巴基斯坦女孩，她带着孩子和老公回巴基斯坦娘家探亲，用镜头记录巴基斯坦娘家的生活。视频内容风趣又搞笑，不像其他娶巴基斯坦媳妇的博主，视频呈现的内容都是住贫民窟或者租住房子的底层民众。然而小宋用另一种角度拍摄记录，呈现巴基斯坦中产阶层的生活，让大家伙儿从另外一个视角了解巴基斯坦不同阶层的民众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今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中巴家庭。铁锤的父母从来不沾女儿半点光，相反巴铁老丈人整天想着给女儿女婿一些资助。过宰生节的时候，老丈人还送给小宋一头牛。当得知小宋去车行打听新车的价钱，老丈人以为女婿想买新车，给小宋60万巴基斯坦卢比买车。这笔钱在巴基斯坦不算小了，相当于巴基斯坦普通家庭的1年收入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第一个巴基斯坦老丈人资助中国女婿。老丈人听说小外孙喜欢看动画片，直接送了一台55寸的电视。然而美中不足的是，老丈人娶了2个老婆，2个老婆经常为家庭琐事吵架，他就会躲出去。老丈人为娶2个老婆而烦恼，为了躲避家庭矛盾，老丈人想跟女儿女婿一起去中国，小宋帮他办护照和探亲签证。老丈人换了外汇1万人民币，他不想让中国女婿花钱。老丈人来中国的签证终于办好了，铁锤很开心。他跟小宋也学会了忽悠父亲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他们的视频内容让观众看到巴基斯坦中产阶层家庭不一样的生活。在众多的巴铁媳妇中，铁锤的家境算是最好的之一。铁锤长得漂亮，气质好，情商也高，特别是铁锤的父亲瓦基德，幽默风趣，颜值高懂，人情世故。老丈人有一家养殖牛场，雇了很多工人养牛。同时他还做高品种活牛市场生意。巴基斯坦屠宰生节古尔邦节的时候，老丈人出手大方，送给小宋一头牛，打破了粉丝们的认知。在众多娶巴铁媳妇的中国小伙儿，都是扶贫巴铁娘家，唯有小宋娶巴铁媳妇，娘家富有，从不向中国女婿索取。老丈人帅气又能干，生活富裕。巴基斯坦允许1夫多妻制，在铁锤奶奶的授意下，老丈人又娶了1个老婆。然而自从娶了2个老婆之后，给他带来很多烦恼。2个老婆经常因为家庭琐事而吵架，老丈人无奈地躲避2个女人之间的争吵，经常躲出去好些天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小老婆竟然把铁锤的母亲打伤了。铁锤忍无可忍，直接冲到小妈家给母亲讨回公道。铁锤替母亲出气，小宋拦都拦不住，小妈带着她的孩子逃回了娘家。铁锤说不替母亲出气，下次小妈还会打母亲，他是为了保护母亲才这样做。老丈人深有感触地对小宋说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是听母亲的授意娶2个老婆，弄得家无宁日，又不能离婚。刚好他牛场生意进入淡季，他想跟女婿一起去中国探亲，放松一下心情。提到老丈人想去中国的意愿，小宋和铁锤欣然高兴。他们结婚6年，双方父母从未相见过，给老丈人办理护照，准备各种资料。小宋和铁锤亲自来到了乡下，为老丈人顺利地办理了护照。老丈人拿到了护照的回执单，高兴地准备了丰富的下午茶，庆祝自己去中国进了一步。他们还去看望了铁锤的奶奶。奶奶年事已高，和叔叔一起生活。铁锤的父亲负责赡养费。老丈人见到年迈的母亲，久久拥抱着老母亲不放。铁锤的家族孩子们都很自信，颜值很高。老丈人翻出铁锤爷爷的照片，铁锤爷爷很帅气，老丈人长得很像他。奶奶已经81岁了，小宋和铁锤很孝顺。他们把奶奶接到首都伊斯兰堡住了几天，带奶奶去中国饭店品尝中餐。1周之后，老丈人顺利地领到护照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去中国，装满了1箱的行李和礼物。小宋看到后哭笑不得，告诉老丈人，办理中国签证需要一段时间，让他不要着急。老丈人要中国女婿陪他一起去伊斯兰堡最好的中资商场购买衣服。
当老丈人脱下巴基斯坦袍服，穿上新购买的休闲商务装，瞬间秒变国际巨星范儿。回到家里，就连大姨子和小舅子都不敢相信，站在眼前的男人是自己父亲，差点认不出自己的父亲，用惊叹的神情仰视自己的父亲。大姨子不敢相信站在自己眼前的帅气男人是自己的父亲，以为自己在梦幻之中用亲昵的动作拍了一下父亲的小肚腩，才意识到站在自己眼前的父亲是真实的帅气大活人。真验证了咱们中国的一句古话，人靠衣裳马靠鞍。就这套行头一穿，超出了家人的想象，真的太帅了，就连老丈母娘时不时地瞟他一眼，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这么帅气。老丈人去外汇市场兑换了1万人民币，让小宋给他买去中国的机票。小宋不让老丈人花钱买机票，小宋告诉老丈人，买机票钱他还是有的。老丈人前来中国探亲的所有费用都会自己承担，不需要老丈人花钱。老丈人坚持要出机票钱，执意要把钱给他们夫妻俩。小宋无奈之下，只好让铁锤先保管好父亲的钱，回国前把这笔钱交由大姨子保管。这期间，老丈人去乡下弟弟家看望母亲，领回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一个7岁的孩子。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他跟着外婆生活。然而疼爱他的外婆去世后，他靠给别人帮忙养活自己。老丈人把他接到伊斯兰堡，善良的铁锤知道后，和小宋商量收养小姑娘。小宋骨子里传承着中国人的基因，见不得人间疾苦，欣然接受。夫妻俩把小姑娘接到自己家里，收养了她。铁锤很疼爱她，把她当亲生女儿养，准备让她去学校读书。夫妻俩带她去商场购买漂亮的衣裳。曾经年少的小姑娘在家庭温暖中越来越活泼可爱，融入了他们的家庭。小宋终于办好了老丈人的签证。铁锤打电话给父亲，把这喜讯告诉他。当老丈人看见捧在手中的中国签证时，万分激动。他叫来大女儿和儿子，一家人分享喜悦的心情，孩子们都为他能去中国感到高兴。小宋问老丈人到中国想去哪儿游玩，老丈人在纸上写上北京、西安、上海等城市。小宋带着巴铁老丈人第一次来中国探亲旅行。在片尾的画面中，当老丈人坐上前来中国的航班，激动得黯然泪下。老丈人初到中国，对所有事物都充满好奇，特别是中国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程度让他惊叹不已。他看到一栋栋高楼大厦、宽敞整洁的街道，还有飞驰而过的高铁，完全颠覆了他对中国的想象。他发现中国不仅经济发达，而且社会秩序井然，人们的生活富足而有礼。小宋和铁锤带着老丈人品尝了正宗的中国美食，从北京烤鸭到西安的羊肉泡馍，每一道菜都让老丈人赞不绝口。老丈人还特意让小宋带他去了当地的超市，他惊讶于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便捷的支付方式。在西安，老丈人参观了兵马俑，被2000多年前的伟大工程所震撼。他感慨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在上海，他乘船游览了黄浦江，看到两岸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和现代化的浦东新区，让他感受到了中国兼容并蓄的国际化大都市风范。老丈人全程都带着兴奋的笑容，他不断地用手机拍摄照片和视频，想把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，带回巴基斯坦分享给家人和朋友。小宋看到老丈人如此开心和满足，也感到十分欣慰。老丈人在中国的旅行不仅是简单的游玩，更是一次亲身体验中国文化和发展成就的旅程。他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热情，也更加坚定了巴中友谊的深厚。他为女儿嫁给一位优秀的中国小伙而感到骄傲，也为自己能够亲眼目睹中国的繁荣昌盛而感到幸运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老丈人凭借着真诚和幽默，依然能和遇到的中国朋友进行简单而愉快的交流。他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国，感受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南风希望你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